家里老是吵架，儿女嫌你飞说，你讲话越来越没分量，连孙子都不想跟你亲近。各位善友，这根本不是你老了，也不是你性格出了问题，而是你家里的气场把你降级了。你是不是辛苦了一辈子，退休后把最好最大的主卧室让给了儿子媳妇，自己委屈搬到边角的小房间去睡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逆天道而行。你以为这是疼小孩，其实你把整个家族的风水规矩都打乱了。外面那些算命的只会叫你花钱补财库祭改，却没人告诉你，你只要睡错一个方位，在这个家就是免费的台佣。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个天机说透，不花1分钱，把你应得地位和福气找回来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这几年你在家里的日子是不是越过越憋屈？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你就起床去菜市场买菜，挑的都是儿子媳妇爱吃的，孙子爱吃的。回到家就在厨房里忙进忙出，弄了一身油烟味。结果到了晚上，年轻人下班回来，吃饱饭碗筷一丢，砰的一声就把房门关上了。你想关心2句，问他们今天工作顺不顺利，他们只会眉头一皱，跟你说：“妈，你很烦耶，你不要管这么多啦。”你想教孙子规矩，媳妇在旁边脸色就沉下来，你心里那个苦啊，真的是有苦说不出。你明明把最好的都给了他们，为什么他们对你却像防贼一样，觉得你讲话就是碎碎念，觉得你管太宽？很多老人家遇到这种情况，心里难受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就开始胡思乱想，觉得是不是自己这几年流年不利，是不是犯太岁了？于是你就跑到庙里去拜拜，去神明厅一直自费问神明到底家里出了什么问题，甚至你还会去听信外面那些江湖术士的话。那些算命的一看你满脸愁容，就知道你心里急，马上就跟你说：“哎呀，你家这个风水有问题啦，有穿堂煞啦，有路冲啦，难怪家里人不和睦。”然后就叫你花几万块去买什么紫水晶洞，买什么开光的貔貅，说摆在客厅就能挡煞，就能让儿女听话。还有的叫你去做法事，说要补财库，说你上辈子欠了冤亲债主，要花钱消灾。各位善友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些通通都是在忽悠你的养老金。你花了大把的冤枉钱，买了一堆石头和铜铁回家摆着，结果呢，儿女有变得比较孝顺吗？家里的气氛有变好吗？完全没有，对不对？甚至年轻人看到你买这些东西，还会觉得你迷信，觉得你乱花钱，反而对你更反感，吵得更凶。这就是你不懂大自然运作的规律，病急乱投医。你要记住一个最核心的道理：最好的风水是人品，最贵的法器是你干净的家。你家里的问题根本不是缺了什么法器，也不是神明不保佑你，而是你把自己在这个家里的根基给挖断了。什么叫做根基被挖断了？你想想看，以前你在打拼的时候，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睡在哪里？你一定是睡在采光最好、空间最大、最能藏风聚气的那间主卧室。那时候你讲话多有底气，家里大小事都是你说了算。可是现在你退休了，儿女长大了，成家了，你心疼年轻人工作辛苦，或者觉得孙子需要大一点的空间，你就主动把那个最大最好的房间让了出来。你自己呢，随便挑了一个家里最边角、最没有阳光，甚至本来是当做储藏室的小房间，里面堆满了年轻人不要的歹物仔，你随便摆张床就睡了。你觉得自己好伟大，觉得这就是母爱。我今天必须毫不客气地戳破你的幻想，在易经的智慧里，这不是母爱，这是你主动放弃了你一家之主的气场。天地万物各有定位，你是一个家庭的长辈，是母亲，在古代那叫做皇太后。你见过哪个皇太后会把正宫让给别人，自己跑去睡宫女的房间呢？你睡在那个见不到阳光、气场憋屈的小房间里，你每天吸收的都是边缘的、阴暗的、退气的能量。你想想看，很多阿嬷是不是常常觉得身体到处酸痛，去医院检查又说没什么大毛病？其实这跟你的情绪有绝对的关系。你每天住在那个小房间里，看着外面的客厅被年轻人占据，你的心里是收缩的，你连看个电视都不敢太大声，怕吵到孙子睡觉。你的房间越来越挤，你的心胸也就越来越窄。这时候，如果再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江湖术士跑来跟你说你家哪里有煞气，你是不是就被吓得六神无主了？时间久了，你的气场就弱了。你走出来讲话，声音再大，在儿女听起来也只是一种干扰，因为你身上已经没有那个厚重稳定的长辈权威了。你把自己降级成了一个只负责煮饭打扫的台佣讲话，主人怎么会听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是付出越是委屈，年轻人越是不把你当一回事的底层逻辑。你以为把好房间让给年轻人是疼小孩，错，你这是在破坏整个家族的伦理磁场。
你让年轻人住在他们压不住的旺气位置上，只会让他们变得骄纵，变得自我中心，对长辈失去敬畏之心。真正让你受委屈的，真正让你家漏财漏福气的，就是你房间里每天都在流失的那股尊贵之气。我再讲直白一点，外面那些算命的很多都是在利用你的恐惧赚钱，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把自然规律神魔化。我们这个传统的智慧不是用来吓人的，是用来救人的。易经讲究的是阴阳平衡，是各安其位。你做妈妈的，只要把妈妈的位置坐稳了，整个家的地基就稳了，地基稳了，财运才会来，子孙才会旺。你如果连自己都顾不好，每天愁眉苦脸，满腹牢骚，你觉得财神爷会喜欢进到一个每天都在抱怨的家里吗？绝对不会的。所以停止你的自我感动，也停止你的病急乱投医。你不需要花大钱去请什么神仙佛祖来保佑，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个家最大的活菩萨。前提是你要坐在对的莲花座上，你现在就是坐错了位置，跑到旁边的小板凳上去了。难怪你说话没有人要听，这不是怪力乱神，这是非常科学的环境心理学，也是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磁场学。你住在什么样的空间，就会吸收什么样的气场，进而影响你的性格和命运。你要记住，你不是老了没用了，你是被错误的空间布局给封印了。那到底要怎么办？难道要把房间抢回来吗？不对，家里不是战场，我们不需要搞得鸡飞狗跳。易经的智慧从来不是教你硬碰硬，而是教你顺应天道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风水和易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天气预报，下雨知道打伞，但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，对不对？既然位置错了，我们就把位置调回来，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，能让你散发出母仪天下气场的太后宝座。到底哪个方位才是你真正的归属？为什么一住错房间你就变成出气筒？很多善友听到这里会觉得，大师你讲的是太玄了，换个房间就能改变我在家里的地位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一点都不玄。这就像我们出门看天气预报一样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风水和易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天气预报，下雨知道打伞，但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，对不对？易经里面讲的八卦，其实就是把我们居住的房子划分成8种不同的自然气象区。你把房子想象成一个大自然，里面有打雷的，有下雨的，有刮风的，也有阳光普照的。你一个做长辈的，如果天天睡在狂风暴雨的地方，你的脾气能好吗？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？我们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很多阿嬷把主卧室让给儿子之后，自己搬到了家里正东方的房间。你以为东方日出好风光，对不对？其实在易经里面，正东方叫做震卦。震卦代表什么？代表打雷，代表长男，也就是家里的大儿子。这是一个充满爆发力、充满冲劲，但也充满破坏力的位置。你一个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家，本来需要的是安静和修养，结果你天天睡在一个每天都在打雷的房间里，你的神经会处于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一点小事就想骂人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你每天就像个将军一样，在家里指挥这个指挥那个，你觉得你是为他们好，但在儿女眼里，你就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。年轻人下班回来本来就很累了，谁想面对一个天天打雷的妈妈呢？他们当然会躲着你，觉得你铁齿又难沟通，你讲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，因为你的频率跟他们冲突了，这就是天气不对。你越用力，反作用力就越大。再来说说另一个很多长辈会去睡的边角房间，就是家里的正北方。正北方在易经里叫做坎卦，坎卦代表水，代表寒冷，代表深渊。这个位置的气场是往下沉的，是湿冷的。你如果长期睡在正北方的房间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低落，越来越容易钻牛角尖。你会常常回忆起以前受过的委屈，觉得自己辛苦养大这些孩子，现在却没有人懂你，没有人体谅你。你的心胸会觉得很闷，像被一团湿冷的气包围着，你变得多愁善感，每天咳声叹气，像个哀怨的老太婆。这种负面的寒冷的气场是会传染的。家里人只要一靠近你，就会觉得气氛很沉重。儿女不是不爱你，而是人的本能都是趋吉避凶，喜欢温暖光明的地方，害怕寒冷阴暗的地方。你把自己关在一个冰库里，别人怎么敢靠近你呢？你这不是在找罪受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你一住错房间，就变成了家里的出气筒，或者是被边缘化的原因。因为你身上的气象不是狂风暴雨，就是阴冷潮湿，没有人喜欢待在这种极端的天气里。那外面那些江湖术士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看到你脾气不好，看到你心情郁闷，不教你顺应自然换个房间，反而叫你去买一堆来路不明的法器，说什么镇压煞气。
这简直是胡闹。你在冰库里放个貔貅，冰库就不冷了吗？你在雷雨区挂个八卦镜就不打雷了吗？这就是逆天道而行，纯粹是忽悠你的养老金。最好的风水是人品，最贵的法器是你干净的家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教我们顺应天时地利。既然这个房间的天气不适合你，我们换个天气好的地方不就行了吗？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最核心的天机，也就是你这个家里的皇太后真正应该待的地方就是西南方。在易经的八卦图里，西南方叫做坤卦。什么是坤？坤就是大地，坤就是母亲，干为天，坤为地。干卦代表父亲，坤卦代表母亲。老祖宗早就把这个宇宙的规律写得清清楚楚了。西南方就是家里气候最温和、最能滋养万物、气场最稳定厚重的地方。你一个做母亲的、做婆婆的、做阿嬷的，你最完美的归宿就是这个西南角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想想大地是什么样子的？大地不会像打雷那样暴躁，也不会像冰水那样寒冷。大地是无声无息的，是包容一切的。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、香的、臭的，大地都通通包容下来，然后孕育出新的生命，这叫做厚德载物。当你搬到西南方的房间去睡，你的身体和磁场就会开始跟大地的频率产生共振。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环境心理学，一点都不迷信。西南方的磁场能最大程度的安抚你紧绷的神经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变好了，不再整夜做噩梦或者半夜惊醒。你的情绪会像大地一样变得非常平稳，你不再会因为媳妇的一句无心之过就气得半死，也不会因为儿子没打电话回来就躲在棉被里偷哭。你整个人会散发出一种慈祥、稳定、温暖的老祖母气场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母仪天下。这种气场是非常强大的。当你身上散发出这种厚德载物的气息时，你根本不需要去命令年轻人做什么。他们下班回到家，只要一靠近你的房间，就会不自觉地感到放松，感到安心。这是一种血脉里的吸引力。他们会觉得，不管在外面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只要回到家看到妈妈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，心里就有底了。这时候你再开口跟他们说话，你的声音不再是尖锐的指责，而是温和的建议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听进去，会敬重你，会发自内心的孝顺你。这不是什么法术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，这就是顺应天道。你的位置坐对了，你的磁场就对了，家里的关系自然就顺了。听到这里，很多阿嬷可能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我这么多年都睡错地方了。外面那些算命的都在忽悠你的钱，从来不告诉你这个天地间最简单的道理。那么身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，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你是不是马上就想搬到西南角去睡了？且慢，就算你今天晚上立刻把床搬到西南方，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布置，如果你房间里放了那几样败坏风水的歹物仔，坤卦的好，运气也会被你破坏得一干二净。就算睡在宝地上，不但接不到地气，反而会把那些晦气全都吸进身体里。今天我就手把手教你，不花一分钱，怎么把这个西南角的房间打造成你专属的太后宝座。首先第一步，你要怎么找出家里的西南角？这根本不用去请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来你家亮，你只要站在家里客厅的最中心点，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指南针，看准西南方在哪里。如果那个方位刚好有一间房间，哪怕它小一点，哪怕它没有主卧室那么豪华，只要通风透气，你都应该尽量争取搬进去。如果真的没有房间，只是客厅的西南角，那你也要把那个角落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没事多去那里坐着喝喝茶，这叫把你的本命磁场养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假设你已经决定要搬进西南角的房间了，接下来这一步最重要，叫做清煞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舍离。很多台湾阿嬷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很节俭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。年轻人不要的旧衣服，坏掉的电风扇，舍不得丢的破铜烂铁，全部塞在床底下或者衣柜上面。我告诉你，西南角在易经里代表坤土，也就是母亲的身体。你把这些歹物仔堆在西南角，就等于是把垃圾塞进你自己的五脏六腑里。你的胸口怎么会不闷？你的身体怎么不痛？从今天开始，把那个房间里所有3年没用过的东西全部清掉，特别是年轻人不要的杂物，千万不要觉得可惜就往自己房间里收，那是别人退下来的气。你一个做长辈的去接收那些退气，你的地位怎么高得起来？最好的风水是人品，最贵的法器是你干净的家。今天我教你的思路，不花1分钱，你自己在家就能布局。你只要拿着扫把和抹布，
把西南角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让空气流通。这就是在为你自己清业障，也是在为你的子孙积福报。在清煞的过程中，有几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出现在西南角房间里的。第一种就是带刺的植物，比如仙人掌或者是玫瑰花。有些阿嬷觉得种点盆栽可以净化空气，但带刺的植物放在代表母亲的坤位，这在环境心理学上是非常糟糕的暗示。它会让你的性格变得尖锐，不知不觉中讲话就会带刺。你看那些婆媳关系不好的家庭，婆婆的房间或者客厅西南角常常就摆着这些东西。你把刺拿掉，你们婆媳讲话的火药味自然就少了一半。第二种不能放的就是太多金属的尖锐物品，比如刀剑或者是奇形怪状的铁器摆件。坤卦属土，金属会卸掉土的元气。放太多金属在房间里，你会觉得自己每天都很疲惫，精神越来越差，这就是你的气场被卸掉了。把那些破坏气场的歹物宰清出去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迎吉，也就是把好运气迎进来。坤土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呢？他喜欢温暖、厚实、包容的感觉。你不需要去买什么昂贵的开运商品，你只要把你房间的床单、被套还有窗帘换成大地色系就可以了。什么是大地色系？就是米黄色、暖棕色、咖啡色，或者是淡淡的泥土色。这些颜色在视觉上能给人极大的安全感和稳定感。当你每天睡在这种颜色的房间里，你的潜意识会觉得自己被大地母亲紧紧拥抱着，你的心跳会变慢，你的焦虑会减少。千万不要用那种大红大紫，或者是冷冰冰的纯黑纯白。大红色太过亢奋，会让你血压升高，睡不好觉；纯黑色又太过压抑，会让你心情低落。除了颜色，光线也非常重要。西南方在下午的时候通常会有西晒，很多老人家怕热，就把窗帘拉得死死的，整天暗无天日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阳光就是最天然的阳气，也是不用钱的最佳法器。下午的阳光照进西南角，那是老天爷在帮你杀菌，在帮你补充坤土的能量。你要让房间保持明亮，只要不过度闷热，就要多开窗透气，让空气产生对流。一个明亮、温暖、干净的西南角房间，就是一个天然的聚宝盆。它聚的不只是财，更是你这个家庭的向心力。硬件的布局我们都做好了，接下来才是最考验你智慧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行为风水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房间换了，床单颜色对了，你就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，每天对着儿女唠叨抱怨。风水环境是帮助你稳定心神的辅助工具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你自己的行为。当你住进了代表厚德载物的坤位房间，你就要有太后的修养。在这个房间里，你要严格管住自己的嘴，这叫做修口德。儿女下班回来，如果你觉得他们脸色不好，你不要马上凑过去问东问西，更不要用指责的语气说你是不是又在公司受气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要怎样怎样。这种话一出口，立刻就会把好不容易养起来的温和气场给打破。你要学会像大地一样安静默默的陪伴。他们如果不说话，你就泡杯热茶，或者准备一点温热的汤水放在桌上，然后给他们一个微笑。当你不再充满攻击性和控制欲，当你的房间散发着米黄色的温暖光芒，你的儿女会突然发现妈妈变了。妈妈不再是那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，而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他们在外面受了委屈，会不由自主的想走到你的房间里跟你说说话。因为你的气场对了，你不再让他们感到压迫，而是让他们感到安心。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。你不需要去跟他们争夺家里的话语权。当你把西南角的气场养足了，你坐在那里不说话，全家人都会自然而然的敬重你，听你的意见。这不是迷信，这就是人性的规律和磁场的力量。你把自己的心胸打开，把房间打理干净，顺应天时地利，好，运自然会源源不绝的涌进来。各位善友，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房间的布局，搬对了位置，清空了杂物，换上了温暖的颜色，你的外在风水已经顺应了天道。但是这一切都只是辅助你的工具。易经里最核心的智慧，从来都不是教你依靠外力，而是教你修炼内心。如果你房间换到了西南角，心里却还是装着正东方的狂风暴雨，每天还是斤斤计较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那这个好风水也是留不住的。坤卦的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这4个字，叫做厚德载物。什么是厚德？你看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，春夏秋冬风吹雨打，人们在上面盖房子、种庄稼、
甚至乱丢垃圾，大地有抱怨过一句吗？从来没有，他只是静静的承受，然后默默的把这些东西转化成养分，继续滋养万物。这就是做长辈最高的境界，这叫做包容与放下。很多阿嬷心里其实很苦，觉得我每天念他们，我唠叨，还不是为了他们好，我怕他们走弯路啊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们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，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功课要去面对，有自己的苦要去吃。你不可能像老母鸡一样，永远把他们护在翅膀底下，帮他们挡掉所有的风雨。你越是想控制，你抓得越紧，他们就越觉得窒息，就越想逃离这个家。真正的母爱到了晚年是一场得体的退出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像那块肥沃的西南昆土一样，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，把自己照顾好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这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忙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换作是你，你在外面工作受了一肚子的气，老板骂你，客户刁难你，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一打开门，迎面而来的是妈妈的抱怨，嫌你鞋子没摆好，嫌你太晚回家，你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？你一定会觉得烦躁到了极点，恨不得马上转身出门。但是如果你回到家，看到妈妈稳稳地坐在西南角的房间里，房间点着一盏温暖的黄光，妈妈没有多问一句废话，只是笑着跟你说，厨房里有刚炖好的热汤，喝一碗再去洗澡吧。那一刻，你在外面受的所有委屈，是不是瞬间就被治愈了？这就是坤卦的力量，这就是无声胜有声。儿女在外面受了挫折，知道家里有一个永远情绪稳定、永远不会批判他们的母亲在等着，这就是你给这个家最强大的保护伞，也是你留给子孙最大的福报。所以我常常在讲，外面那算命的都是在忽悠你的钱，他们叫你买这个法器，叫你做那个法事，却从来不教你修心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风水和易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天气预报。下雨知道打伞，但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，对不对？最贵的法器永远是你干净的家，还有你那颗善良、包容、不计较的心。你只要把自己的心胸打开，不去抱怨过去，不去干涉未来，多看年轻人的优点，多赞美，多微笑，你整个人就会变成家里最大的发光体。财神爷看到这么祥和、这么有福气的家，不用你花钱去请，他都会自己走进来。各位善友，人生走到了下半场，真的不要再把眼光盯在儿女的缺点上，也不要再为了一点点家务事生闷气了，那都是在消耗你自己的福报。今天听完这期内容，趁着周末有空，就把你的西南角打扫干净，把那些舍不得丢的歹物载清出去，同时把你心里的那些委屈、那些牢骚也通通打包丢掉，做一个厚德载物的长辈。你的晚年一定会越过越顺心，子孙也一定会越来越敬重你。听懂其中的天机了吗？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内容有解开你心里的结，有帮助到你，请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写下家宅兴旺、顺应天时这8个字，我们一起把这个善念和正能量凝聚起来，让好的磁场互相共振。也请你动动手指，点个赞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在为了家庭关系苦恼，还在睡错房间的老姊妹们，让他们也跟着一起醒悟，少走冤枉路。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这个频道，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，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大智慧一点一滴讲给你听。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太后宝座，身心安康，福气满满。我们下期再见。